微臣有一重要证据要面呈老佛爷。此证物虽然不能证明炸毁光明正大殿是何人所为，却能揭示出这背后的种种隐情。你们瞧瞧，瞧瞧，皇上，你瞧瞧，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你自个儿看看吧。哎呀，这性命攸关的东西，你怎么拿出去了？冤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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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大人，青天大老爷，这报纸上说的人，她就是我可怜的儿媳妇啊！这个六指女人就是你的儿媳妇？你从头到尾一一给本官道来。大人呐，草民姓王，我儿子死得早。这些年来，全靠我的苦命的儿媳妇沿街四处讨饭，养活我和我可怜的孙儿。就在贵府传出小姐自焚的消息的前一天，突然来了几个人，把我儿媳妇带走了，说是让她去帮工。我儿媳妇一看报酬高，就跟他们走了。可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今天西京报登出了老爷您昨天开棺验尸结果的消息，我不识字，好心的邻居给我读了一遍，我才知道那个死了的人，她就是我的儿媳妇啊。你儿媳妇左腿可是个瘸子。那她的右手是不是个六指呢？正是。可有人证？我愿意作证。韩大人，老王头一家三口就住在民妇家巷子的最里头。民妇认识他的儿媳妇至少有5、6年了。他的儿媳妇确实左腿瘸了，右手是个六指儿。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问问巷子的每一位街坊，他们都可以出来作证的。是。你可认得那天带走你儿媳妇的那几个人吗？认得，草民认得。草民原本不知道他们是谁，可前些日子草民在大街上把他们给认出来了，事后才知道，那个带头的就是玉泉市委的队长马玉坤马大人呐。可是他们就是死活不认的，说根本不认识我的儿媳妇。韩大人，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我身体不好，可是我的眼不瞎耳不聋，我怎么会认错呢？老人家，起来说话吧。来。骨肉分离，丧女之痛，我韩宇轩是尝了个够。可如今我的女儿还活着，你的儿媳妇却死了，这又是一种伤心两家长啊！对犯如此罪行的人，我真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呀！可老人家，我这里是巡抚衙门啊，只理官事不理民情啊。我看这样吧，
我尽快的把你的状子送到这个知府衙门赵大人那里，督促其尽快的办理。再说这个事儿已经牵扯到我韩宇轩，我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老人家，你还是请回家，耐心等着知府开堂审案吧。韩大人，有您这句话，草民就放心了。您可要替我那可怜的儿媳妇做主啊！一定一定。哎，那我就回去了。哦，等等，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说起来，老人家的儿媳妇也是因为我的女儿而死啊。来，这点银子你拿着，回家之后足够你抚养孙子。这已经是我半年的俸禄了，千万不要推辞。大人，青天大老爷呀！青天大老爷呀！老人家，快请起，请起。你怎么这么糊涂？让你随便找个人，你非要找个瘸腿加六指的，这下可好？铁证如山，把计划全搞乱了。我哪知道还有开棺验尸这一出啊？你说一个脏不拉几的乞丐婆子，我还能把她拉过来看看是六指还是八指啊？哎呀，你说你啊，既然当街让人认出来了，就该斩草除根才是啊！啊，我是要把他们斩草除根来着，可一转脸这俩人就不见了。我以为一个叫花子居无定所，指不定上哪儿要饭去了，谁知道他们今天打哪儿冒出来的？要不我现在派人把他们……你现在杀还有用吗？那岂不是更惹人怀疑？更何况，他今天当堂叫出了你的名字，你现在杀他，那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那您说该怎么办呢？韩宇轩把案子推给了知府，又给了那老乞丐几百两银子。我看他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未必，鲁大人，我在韩宇轩身边这么多年，此人城府极深，想必是他听见那个老乞丐在堂上喊出马玉坤这3个字来，就已经顺藤摸瓜，把整件事都想明白了。就怕他想不明白。他要是想明白了，就应该知道马大人身后是我，我身后是太后，我谅他也不敢追究。咱们现在的任务是让陈韩两家反目成仇。那陈家乐现在已然倒向我这边，就算他识破咱们，我看他也是箭在弦上，没有回旋的余地的。这样，道士爷，你继续盯着韩宇轩，有什么动静，马上给我汇报。是。马大人，你呢也不能在这儿待着，即刻带兵啊，去上山查一查苍蝇帮的踪迹。这苍蝇帮呢，一直是太后的心头大患。你要真能查到他们的踪迹，咱们再带兵把他给剿了，也算大功一件。哎，这主意不错。现如今，我也不适合在西安这个地界再晃悠了。我明天就走。好，那咱们就分头行事。我看陈家乐这个老东西，还需要我再去点拨点拨。红灯那个挂在那个大门外，哒哒哩哒噔，哒哒噔。你是谁呀？连个门都不敲就往人家家里闯？你哪位呀？爹，您老这是干嘛呢？不就是几天没见吗？啊，您就不认识我了？
我是您儿子。哎呦喂，我谢谢你告诉我你是我儿子。你要是不提醒，我还真忘了我还有个儿子。哎呦喂，您至于吗？不就是2天没回来吗？我明白了，您呐，您那是想我了。嘿，我想你个鬼！我家里这段时间出了多少事，你连头都不露，你什么都不管，你还把这个家当你家吗？我说爹，那母老虎刚病倒了，您这声儿也粗了，气儿也壮了，有点老爷们样了。得啊！我跟你说话，我自己找气受，我不管你行了吧？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你不愿意回来就别回来。但是你别想从我这儿拿走1文钱，我绝对不管你，你爱干嘛干嘛。500两，1文钱也没有。500两银子，我给您揪出那杀人焚尸的真凶，哎，再拿到供词，让您交给韩宇轩重修2家之好，值不值？回头呢，你也别说我这儿子不争气了。这么着，事儿您甭管了，不过这钱嘛，您还得照出。哎，不过有一条，我陈俊那是该出头的时候，绝对不含糊。哼，再说了，就那小媳妇儿，她也一个人唱了半天大戏了，怎么着？那我应该掺和进去啊，搅和搅和。哎呦，我说你这骗钱也要好好找个缘由啊！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您儿子呀，我是陈俊呐。总而言之吧，这钱您今儿拿出来了，那明儿您就瞧好。那您今儿要是不拿出来，那你也别后悔呀。我信你，我还把钱给你，我脑子进水了啊！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儿起哄。哎，不给，没钱，行，不给可以呀。哎，这是好东西啊，先秦的，要不就是唐代的，不，至少值500两银子。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砚台是你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寻来的，你小子给我摔了，我跟你拼命！哎呀，瞧您那激动样，不就是一破砚台吗？您瞧您，得了，我看值不少银子，就它了。哎，得，我给你什么呀？银票。哎，给你，得嘞，这个我也收下啊，拿来呀。什么呀？砚台啊，那砚台我也收下。爹，您放心，保证让您物有所值，您就等好吧。东西，我的砚台，你。哎呦，这不是鲁大人吗？哎，我这给您请安了，请安了。我这还有点急事儿，我先走啊。回头请您喝花酒，回头见啊！这个臭小子，站住！陈员外，又和你的俊少爷活动筋骨呢？鲁大人，哎呀，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养儿不孝啊！好了，你看他拿走了，咱们进去吧。啊，对，里边请啊，里边请，请。哎呀，鲁大人，您真是大忙人啊！今天怎么又闲暇到兄弟这儿喝茶呀？这2天出大事了。哎，陈员外，我看你倒是平静的很呐。啊，怎么没看报纸啊？哎，这韩宇轩开棺验尸，验出一个韩素云没死，又验出一个杀人焚尸案来。哎，那验尸的仵作不就是你家陈然大公子吗？哎，对。哎呀，您看这事儿闹的是满城风雨，哎呀，老夫就是再糊涂也不会不知道吧？哦，您知道？是。那陈员外不见有任何反应啊？哎，鲁大人，您觉得我该如何反应？这不是我觉着呀，事情明摆着，这韩素云没死吧？这正是你陈韩2家重修旧好的最佳时机呀！重修旧好？我凭什么跟他韩宇轩重修旧好？他那丫头是死是活，跟我陈家毫不相干呢。陈员外，您此话怎讲啊？哎呦，大人呐，真是事到临头才见本性啊！他的姑娘没了，他就盼我的儿子2年0.6个月呀！
怎么了？他的闺女是一条命，我家的然儿就天生倒霉啊！他平常求到我陈家乐的时候，是口口声声说的是世交啊，是同进共退呀。这遇着事儿，不问青红皂白，抡起大棒子就朝他称为世世代代有世交的老头子心口窝上打呀！啊！我跟韩宇轩讲了这么多年的道义，可这韩宇轩呢，他说翻脸就翻脸。我就不明白了，难道这官场上混酒的人个个都这么铁石心肠吗？他们就只知道有利益二字，就不知道这人世间还有情义两个字？哎，陈员外，你这话说的有点以偏概全吧？别人我可不敢说，我卢勇自问和那韩宇轩还是不一样的吧？对，可照您这意思，我卢勇也交往不得了？哎呦，您看，我这个老东西是一时激愤，口不择言。我刚才呢是骂韩宇轩呐，陆大人您可别往身上揽呐。另外我说句您不爱听的话，要论官场上的谋略、歹毒、权衡利弊，您照韩宇轩差远了。陈员外，你算是说到点子上，卢某不但爱听，而且是受用的很呐，欣慰的很呐。卢某和陈员外，可不可以用知己二字来形容啊？可以呀。我这么说，不算是自作多情吧？哎呦，陆大人，您何来自作多情之语啊？这显得咱们不知己呀。陈员外，那照这么说，你和韩宇轩的梁子怕是难解了。他韩宇轩现在就是想跟我解，我陈某人也不跟他解了。有些事情啊，就像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姑娘啊，想回头难呐。这10几20年的交情就这么断了？陈员外，您是这么想，那韩宇轩未必这么想吧？陆大人，您此话怎讲？就拿韩宇轩前2天开棺验尸这事说吧，这西安地界上不至于连仵作都找不到吧？况且这验尸也未必需要什么西洋技术。这韩宇轩为什么要把你家陈然从大牢里提出来呢？我看他可能觉得把你家陈然冤枉了。可能冤枉了陈然，他本来就冤枉了陈然。说1000道1万。陆大人，我问您一句话，您说韩素云要真死了，那我家的然儿可算遭了大殃了。让我跟他们父女俩重修旧好，免谈吧。陈员外，你果然如此坚决，不后悔吗？陆大人，这回我明白了，你是在探我陈家乐的口风，你是怕我再回头吃这个韩宇轩的回头草啊？回头草啊！陈员外，不瞒你说，我卢勇还真有这意思。毕竟陈员外你和我卢勇和太后，那是化敌为友的人。太后也罢，我卢勇也罢，都不希望你陈员外身在曹营心在汉呐。陆大人，您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啊，那么老夫我也就明明白白地说一句大实话。退1万步讲，您还记得我送给您那样东西吗？这个账册，它就是维系着老夫与韩宇轩同进共退的纽带。我现在已经把它交给您了。我想回头，想回汉营，那是骑虎难下，没有任何回头的余地呀。你这话是说到点子上了。那卢某可放心了，我可真的放心了。不过这话怎么说呢？
您甭说了，我全明白。您是想说您鲁大人相信，老佛爷未必相信。想必是您没把那账册呈于太后吧？哦，这个嘛，陈员外，我从你那儿走之后啊，仔细想想您的话，确实有道理。那天确实受益匪浅呐。鲁大人，您可真没把老夫当外人呢。好，您放心，那天我交给您那个账册，那是一本护官帖，原本是想把陕西的官员全都端了，可是您没把它呈于太后，那么这些官员就等于改换了主子，他就从韩宇轩的门下改投到您的门下了。陆大人，我再请您转告太后一句，我现在还有一本杀官帖，这个就是正大光明殿爆炸的真相。杀官帖所要杀的，正是老佛爷想要灭的。哦，您既然这么说，何不把那东西交给我，我来呈于太后呢？陆大人，不是我不相信您呐，您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救我一家的命啊，弄不好他要灭我一门九族。您说，我要不把它亲自呈给太后，不在太后面前得一句免死的圣谕，您说我怎么敢轻易把它交出来呢？这个不算不相信您吧，陆大人。明白，完全明白。陈员外，你我兄弟以后可要多多合作呀！多多合作啊！请。合作，请。好了，陈员外啊，留步哦，不必远送。陆大人慢走。素云，真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能让你服服帖帖啊！为什么我要服服帖帖的？不然婆家会被你闹得鸡犬不宁的。我还鸡犬升天呢！哦，思清姐，原来你这样看我，我好难过。我在思清姐的眼里是这样没有用的人。思清姐，我韩素云就不会好好的持家吗？好了，别装了啊！不要！我爹怎么回来了？我不能让我爹看见我，快给我找地方藏起来！哎，这好，到床上去，快点！好。哎呦，思琴。哦，韩大人啊，思琴呐，请你放尊重点儿。好，我不碰你。韩大人，素云在上花轿之前，你答应过她什么？你对得起素云吗？你说这个呀，我当然没有忘记。不过现在事实证明，素云她并没有死，所以当时说的话，也就不是什么临终遗言，而是小孩戏言，没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再者说，谁都知道我韩宇轩钟情于你，纳你为妾，这是我毕生的夙愿，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韩大人，你刚才的话要是让素云听见了，她会怎么想？素云呢？她都不愿意见我，她想什么，我怎么会知道呢？不过，无论素云她怎么不愿意回家，但是她一定会来看她的好姐妹你的。请你转告素云，婚事可以作废，让她尽快的回家。看来是你也挺忙的，我就告辞了。韩大人慢走。对了，
思琴呐，有一句话我必须说清楚，也请你转告给素云。当初我答应素云的要求，其条件是她必须上轿成亲完婚。现在亲事既然已经不算数，那我的承诺也就不算了。偷梁换柱、瞒天过海固然是好，可是你也不能活生生的害死一条人命啊！老佛爷恕罪，实在是臣一时情急呀。哼，满大街都是要饭的女人，为什么你偏偏要找个瘸腿六指的？你这做事也忒不谨慎了。老佛爷教训的是，的确是微臣疏忽，险些坏了老佛爷的大事，臣甘愿受罚。受罚？怎么罚呀？你看看，这是韩宇轩今天上来的折子。老佛爷，那陈家乐今天同臣说了那样一番话，他也算是个明白人呢，应该不会往韩宇轩那边倒了吧？就算陈家乐是个明白人，可这其中不会有诈吧？老佛爷，依微臣看，这死灰也许可以复燃，可这人心要是冷了，想要暖回来可就难了。您没来之前呢，他自然要抱着韩宇轩走。可是您来到西安以后啊，像这种地方上的乡绅富家，本来就愿意官商一家，可是他再官商一家，也不如和您这皇家攀上交情啊。我敢斗胆断言，就冲这一条，那陈家乐也应该跟咱们是同声共气了。这话说的也是有点道理呀。可是偏偏那个小四儿，净给哀家捅娄子。你看了《西京报》了吗？上回那四姨呀，就已经把哀家疑得够心虚的了，这回还来个五怒，那句句都是在骂你、骂哀家呀。老佛爷，容奴才我说句公道话，这2期《西京报》分明是冲着咱们来的，这样自打耳光的事情，格格一定是不会做的。您想，原来这四格格在明，这《西京报》也在明，而现在四格格在明，《西京报》端出来的东西却是人暗地使了坏的东西，可见格格是万万不知情的。您想想，老佛爷，您再生气可千万别冤枉了格格。跟咱们过招的这些人，咱们都防不胜防，何况格格这般年纪呢？陆大人，你这番话说的不软不硬，跟哀家倒太急呢。表面上是替四格格说情，其实是在为自己开脱吧？不，你一定会说，这《西京报》是哀家让四格格办的，连哀家都中了他们的道，你找个瘸腿六指的，也是情有可原了。老佛爷，您说的这番话，微臣辩也不是，不辩也不是。奴才原本为四格格说的这番话，没有想到这层意思，可转念一想，微臣同情四格格的这番感受，的确是从微臣自个儿马失前蹄才生出的一番感同身受啊。这么一想，微臣确实又是在为自个儿辩解。微臣不能说您多虑，又没有为自个儿辩解之心。老佛爷，请您明察呀。好，做官的你能说出这几句话来，堪称经典呢。如果以后再有人跟你说什么瞎猫碰到死耗子，行什么大运呢，你就把刚才跟哀家说的话原原本本跟他们说一遍，这就够他们琢磨半年了。哀家算得上是明察吧？明察呀！臣惶恐之至，惶恐之至啊！是该惶恐点儿，在哀家跟前做官，时不长的，还是惶恐点儿好。是。啊，格格走啊！快，走啊！
哎，鲁大人，鲁大人，四格格，你这是刚出来吗？正是啊。你瞅着太后她……格格，听卢某人的劝，跟谁斗也别跟太后斗心眼儿。告辞，告辞了。哎，怎么了这是？这呀，准是跟太后斗心眼子，把自个儿给绕进去了。格格，走吧，太后还等着呢。知道了。完了，连卢勇都吓成这样了，我怕是在劫难逃喽。格格，走吧。我知道了。来。奶奶的，好端端的一件立功的事儿，办的这叫一个糟心。剿匪，剿匪！哼，那苍蝇帮连大个的票都敢绑，就别说我了。老子这次是有命去没命回呀！嗨，马大人，让你剿匪你还真去剿啊？咱们出城以后，随便找个山头安营扎寨，磨蹭2天，回来以后就说这帮匪徒行踪不定，实难探其虚实，应付这几句交了差不就完了吗？可不是，这次走他不就是为了避祸吗？毕竟这人命官司打起来，您留在城里头终归不是个事儿啊。话是这么说呀，可这刚进城没舒服几天，又得上山受罪。奶奶的，不喝了。马大人，您要上哪儿啊？还能上哪儿啊？逛窑子去。给马大人请安，我家主人有请马大人到满晴楼一叙。满晴楼？哼，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大人，您刚才不是说要逛窑子吗？这满晴楼可是全西安数1数2的窑子呀。哎，那感情好。哎，你们家掌柜的是谁啊？我们家主人有事相求，但是又不便言明。您呐，只管跟小的去那满晴楼，好酒好菜好女人都备齐了。您去了，自然就知道我家主人是谁了。哎呀，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趁着今儿个还在城里头待着，咱们就好好的耍耍去。前头带路。是，走。马大人请。哎呀，如此确凿证据证明死者并非韩氏素淫，且死者系死于谋杀，亦非自杀，事实确切不疑，无可辩驳。然笔者行文至此，倍感悲愤填膺，继3探2问4疑后，笔者勃然而起，痛发侮怒。哎呀，老祖宗别念了，您不是都看过了吗？老祖宗，正念到紧要关头呢，念下去。哦。一怒逆贼犯上，劫持汽车，才有今日曲折；二怒强成婚姻，耽误终生，才有千金出走；三怒不问缘由，小人挑衅，致使陈海2家势同水火；四怒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白发人白白哭断肠；五怒惨绝人寰，令人发指，为施阴谋，是何恶徒，杀人焚尸。念完了。哼，这五怒怒得好啊！上回那4疑就已经把哀家疑得够心虚的了，这回倒好，这大棒子直接就抡过来了。小李子，奴才在。这西京报是哀家让4格格办的吧？怎么这会儿哀家都糊涂了？回老佛爷话，奴才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档子事儿。不过老佛爷，您这一问呐，倒给奴才问得犯嘀咕了。要不是您跟我，咱俩是不是都记错了？哎呀，李总管、李公公、李安的，你呀就别和老祖宗一块打趣我了。老祖宗，这报纸已然出了，哎，如今又闹成这个样子，又有上回的事儿，小四儿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解的了。您想怎么罚，小四儿领的都心甘情愿。只可是，小四儿怎么也想不明白，难道真的有鬼魂显灵？怎么换了1次稿子，还有第2次啊？
那韩素云，莫非真的是阴魂不散吗？那韩素云根本就没死啊！哪来的阴魂呐？哪来的显灵啊？哼！哎，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韩素云她自己在那儿搞鬼。老祖宗，你是说这件事情啊，最清楚的就是韩素云她自个儿。哦，我明白了，原来是那个假死人在坏我的事啊！哼，这丫头可真厉害呀，哀家满世界的找她，她躲到西京报去了。行啊你！如今一想，她也确实不简单，要不然怎么会闹出新婚前一夜和未来小叔在野地里过夜这么大的新闻呢？哎呦，瞧瞧咱四哥哥说这话，听着怎么有点那么酸溜溜的。李总管，你怎么又打趣我啊？玩笑玩笑，老佛爷，容奴再说句犯上的话，您这是阴沟里翻船呐！哎，让那小毛丫头给蒙了。可不是嘛，这丫头够聪明，哀家喜欢。就冲着这一点，就算这韩宇轩再死无葬身之地，哀家也得给你留一条小命。行了，这事儿啊，只要掌握在咱们手里，一切都好办了。小三儿啊，这事儿啊，就恐怕要委屈你喽。哦，老祖宗，我知道了，您呀是要当周瑜，让小四儿当黄盖，咱们给他们来一个周瑜打黄盖，先麻痹他们，稳住他们，这样呢才好去查那个李春丽和贾武是不是和韩素云搭上了线。若是真搭上了线，这把柄是什么？老祖宗，小四儿想的可对呀。行啊，小四儿，你终于开窍了。哀家就把那个韩素云交给你了，好好跟他斗斗啊。哀家倒要看看，是他韩宇轩调教出来的丫头厉害，还是哀家我调教出来的丫头聪明。大人，好，来，大人。哎呀，好，哎，大人喝酒。伙计，在。伙计，马大人，你们家主人怎么回事啊？老子来了半天，连个面都不露，诓我！啊，马大人，您吃您的，玩您的。我家主人有关照，他手里头有点事儿，办完了就过来，交代我好好的照应着。您吃什么喝什么，还要再点点什么，您尽管开口，只求让您玩得尽兴。行了，让你们家主人赶紧来见我。来呀！哎呀，我们等半天了，吃来，多吃一点，再来，玉官爷，再吃点嘛，再喝一口，多一点，吃口这个。马大人，上回山上一别，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面了。不知道你这贵人还认不认识大爷我呀？啊？你是花大侠？薛大爷，大少爷，这是我们二当家要我交给您的东西。哟，我说，你们二当家心越来越细了，签字画押不说，把5个手指头印全都给我摁上了。得嘞，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回头给二当家带句话，就说我陈俊在这儿谢了，山不转水转啊。谢谢大少爷。
小暖，我觉着咱这游戏那是越来越好玩了。陈俊，就算是你为他付出的再多，你依旧是西安第一刁民。我劝你还是把心思收一收，到时候你付出的越多，将来恐怕你会越伤心。我说怎么着，小暖，又吃醋了是不是？我就是吃醋了，怎么了？我告诉你，我喜欢你，我看到你对别的女人好，我心里受不了。怎么了？哎，你今儿怎么了？咱不说好了吗？你忘了？我没忘，我希望你也别忘了。我没忘，所以你最好也不要忘了刚才所说的话。这2天我在马场，等你想清楚之后我再回来。景仁兄弟到底被关在哪里？这个刑灾虽然不大，可怎么就找不到呢？别再找了，你这样找是白费力气。是你？是我。你来干什么？那你又来干什么？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的事你管不着。你连这个环境都没搞清楚，就妄想救靖人？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救靖人的？我看你在这里东转西转，转过来转过去，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在找什么。可在这情在里面，值得你找，你又找不到的，我断定就是靖人。难道你还要阻拦我救靖人不成？没错。你为何几次三番跟踪我？我杀慈禧你阻拦，我救靖人你还要阻拦。以前几次放过慈禧，号称是为了顾全大局，可这次你为什么阻拦我救靖人？杀慈禧的机会很多，可靖人只有一个。无论是谁都不能阻止我救靖人。靖人是条好汉，你想救他，我还想救他呢。只不过现在不是时候。你现在去救他，无异于把他送上断头台，他会必死无疑，而且你还会连累其他的人。如果你不救，他在刑在里，也许却反而没事。他几次向慈禧扔炸弹，要给他父亲报仇，慈禧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就算你真的说中了，慈禧肯放靖人一条生路。可他在牢里要吃多少苦头？就算救出来，也快没命了。你为什么永远改不了鲁莽行事的毛病呢？总是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独断专行。你这样做不但害人，而且害己。我告诉你，靖人现在好好的，没有任何危险，而且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可越是这样，越说明里面有阴谋。所以我们就要看看慈禧老东西到底在那搞什么鬼。现在我劝你，不要掺和进来。如果靖人有什么危险，我自然会挺身而出，不会让他有性命之虞。这点你可以放心。好吧，我就再听你一次。如果靖人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唯你是问。没问题。不过陈然不是即将出狱，其实……别说了，不管你对私情有多少了解，你可以阻拦我对慈禧的仇恨，你却不能阻拦我对陈然的仇恨。你和陈然之间的仇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说的是，
陈然不日即将出狱，那韩宇轩自然就会追你追得更紧，而韩宇轩确实只听你一个人的话。那么我想请你劝劝韩宇轩，让他少搜刮些民脂民膏。怎么？难道你大苍鹰也要我出卖色相而达到目的吗？思琴，做人有的时候不能太较真了，太较真了，好意就会变成了恶意，假的也就会当成真的了。哎，我说，你找什么呢你？丢锭银子，我这正找呢。哎，你怎么来了？这怎么了？我告诉你，这女人呐，一个月总有几天是非常烦躁。哎，所以这事儿全靠你了。我这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有事你找我好吗？哎，陈俊。又是谁呀？苍蝇帮干的！闪开！让开！出后！老佛爷，皇上，从陈然的验尸报告和老乞丐的供词中可以断定，素云托太后老佛爷的洪福，如今仍安然无恙。想来微臣前几日也是太过悲痛，竟没有想到要去验那具尸首，更没有想到这其中大有文章啊！如今素云虽然下落不明，可毕竟还安然无恙，这可要托太后老佛爷的洪福，苍天之保佑，这是一喜。再看看那个乞丐爷孙，他们孤苦无依，且痛失儿媳，这岂不又是一悲呀？还有那被烧焦的尸体，他无辜的替人命断黄泉，这让微臣有伯仁为我而死的痛疚啊！这岂不又是一愧？这一切的一切，说明策划者在暗中制造惨案，谋其命而焚其尸，惨绝人寰呐！这岂不又是一恨呐？凡此等等，很清楚，策划者的目的并不是在那个乞丐爷孙身上，也不是在被焚烧的妇女，更不是在那微臣至今尚无下落的女儿身上，而是冲着微臣来的。这岂不又是一句呀？微臣几十年来忠心耿耿，精忠朝廷，虽小过不断，但绝无大过，为求全身而退，仅此一点也不为所容。害人者其目的是要置陈韩两家于水火之间，结为仇人，无非是要把宇轩置死地而后快呀！真是让微臣多不胜多，防不胜防，如寒天饮水，点滴在心啊！世态炎凉，如此险恶，臣还能说什么？臣还有什么说的呀？唉，韩大人这一层又一层的，可哀家比韩大人还多了一层，那就是酸啊，是心酸。唉，这孩子是爹娘的心头肉，尤其是你这闺女，从小就没了娘，是你一手带大的，遇到这种事儿，连哀家都难过呀。可是韩大人呐，哀家可要劝你一句了，该收的时候收，该放开的时候还得放开。既然你闺女安然无恙，那韩大人你也安然无恙，这往后臣老矣，已经经不起什么，
恳求太后皇上恩准为臣辞官告老，访京宦海，英才辈出啊！臣实不愿意当有其名无其实的冗员，故恳请让位于贤才，请求老佛爷皇上恩准臣之恳求，臣不胜感激之至也。韩大人，你老了，人老了胆儿就小了，能把要走的话说得这么恳切，这么意味深长，哀家再留你，就是有点强人所难了。只不过这西安的事儿，总得掰扯清楚吧？这你没有异议吧？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远的不说，就说这正大光明殿爆炸一案，至今还没有查清楚。还有那180万两的银子，哀家也没有看到一分一厘。韩大人，像你这样的忠臣，如果不交代清楚，就算走，也走得不安心吧？老佛爷，你所言极是啊，理所应当，理所应当啊！既然韩大人这么说，那就好办了。哀家这儿呢，也查到了一点线索，而且还找来了一个证人，不妨咱们一块儿听听他说些什么啊！快起来吧！啊，谢老佛爷。陆勇，这宣，臣遵旨，宣陈家乐觐见。哎，来啦！叩见圣母皇太后，草民陈家乐恭祝老佛爷吉祥，吉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好了好了，起来说话吧。是。陈家乐，哎，你来的正好，你跟韩大人是世交，你们彼此也知道对方不少事儿，今儿个不妨都说出来吧。放心，今儿你说的话，哀家都恕你无罪。我听鲁大人说，你有件大事要当众宣布，就敞开了说吧。老佛爷，其实草民要说的没别的，就是只有一桩，正大光明殿爆炸一案。什么？陈老板，你怎么知道正大光明殿的事？你怎么没跟我说呀？哎呀，这前2天咱们俩闹了点误会，你不告诉我也是能理解的。不过今儿个就当着太后、皇上和诸位同僚的面，你就把它说清楚，这岂不是更好吗？韩玉轩，你少跟我来这套，这事你比我还清楚呢。你，老佛爷，那草民就斗胆说了。哪儿那么多废话？快说！老佛爷，刚才您说的是正大光明殿爆炸，是吧？那正大光明殿爆炸，炸的老夫是肝胆俱裂呀！这太可怕了。老佛爷，说起来呀，我家那然儿可是立了大功了，您记得吗？那次他帮着您分析案情，说的是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是立了大功了吧？后来又出了这汽车撞花轿的事儿，判了他2年0.6个月，判就判了吧。他不是有一个叫将功补过是吗？您就念在他从前立过功的面上，您就免了他的牢狱之灾吧。我想我的儿子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让你来是让你说这事儿的吗？说正大光明殿的事儿。我说的是正大光明殿爆炸案呐，那不是当时一爆炸，您就把我儿子叫去查了，是不是？老佛爷当着那么多官员的面，还大大的夸奖了我的儿子。我说的就是正大光明殿一案嘛，这足可以将功补过了，老佛爷。陈家乐，你再胡说八道，口不择言，小心你的脑袋！你可亲口跟我说过要揭发检举韩玉轩的。陆大人，
你这话是打哪说起呀？你是不是？那韩宇轩确实是讨人恨，我好端端的儿子给下了大狱啊，他还要装出大公无私的样来，我怎么样的求他，他都不在老佛爷面前替我说半点好话呀！韩宇轩，我恨死你了！可这一桩是一桩，一件是一件呢，我不能因为恨他，我就血口喷人呐，这不是吗？他不买我的情，我不亲自跑到老佛爷这儿来，我讨老佛爷的情来了吗？是不是啊？好你个陈家乐，老太太活了60多年，这可是头一回看见这不要命的人呐！老佛爷息怒，老佛爷息怒！我陈家乐可是个草民呐，我不懂得这宫里的规矩啊！哪句话我要得罪了您，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恕我无罪吗？您就看在这个份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可千万别计较啊！千万别计较啊！哎呀，老佛爷，微臣这几天也在不断的递折子，请求您宽恕了他真然呐。你就看在我们这2位老人心疼这孩子的份上，你就饶了陈然吧。是啊，饶了我儿子吧。好，既然你们2个这么同声共气的，行，哀家准了，即日释放陈然。谢老佛爷，谢老佛爷，微臣呐，替陈家乐和陈然父子叩谢老佛爷隆恩呐！用得着你管吗？我们家的事儿，我用得着你替我向老佛爷谢恩吗？我呸！哎呀，你假性的！要是没别的事儿，下去吧。谢老佛爷。慢着，老佛爷，微臣有一重要证据要面呈老佛爷。此证物虽然不能证明炸毁光明正大殿是何人所为，却能揭示出这背后的种种隐情。你们瞧瞧，皇上，你瞧瞧，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你自个儿看看吧。哎呀，这性命攸关的东西，你怎么拿出去了？真是的，已经出去了，我能不明哲保身吗？再说，这也无损你韩宇轩什么吗？哎呀，话倒是这么说，可这上头牵扯的面太广了。你这一明哲保身不要紧，这得搭进去多少人的性命啊！哎呀，能够保住咱们俩这条老命就不错了。你这个好人当的也太烂了吧！韩宇轩，不是，老佛爷问你话呢，你跟陈家乐一来一往的唱戏呢，快回老佛爷话。哎呦，回老佛爷的话，臣也是一时心急啊，一时心急我就万般无奈，我就这也是臣要求辞官的一个理由啊！你想想，您拿着400万要盖那个正大光明殿，这一层又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呀，拨到陈老板那儿没多点儿了。您想想，这也是微臣万般无奈呀！这大清朝的官儿太不好当了，太不好当了。哼，你倒轻描淡写啊！贪赃枉法、挪用公款，条条罪证都铁证如山。现在还跟哀家扯闲篇儿，你倒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啊！不，沉不住气，沉不住气呀！我一想想啊，这陕西的一些官员都一个个的倒下去了，这陕西的行政啊也就瘫痪了。就说您老佛爷吧，要来也得费好大的周折，才能把这关系给理顺下来呀！哼，谁让你为其他官员着想啊？你这些罪状啊，哀家可以灭你9族，把你满门抄斩！不，别，老佛爷，您看这账册呀，这上头啊，清清楚楚、明白，你看看啊，这一笔。
一笔一笔又一笔，这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贪官，这，哦，你瞧瞧，老佛爷，你看看呐，臣是万般不得已呀。臣是不想让陕西倒掉那么多的官员，这不臣就想这么办，才想出这么一个功德桥的办法。哎呀，想一次啊，瞒天过海呀！你想想，这不还让这个陈老板搭上了不少的钱，这才凑齐了那个400万两，盖起了那座巍峨雄伟、举世无双的正大光明殿呢。把那本账册呈上来给哀家看。是。这挪用功德桥的款子，瞧他人亡，这不算罪过吗？是，这今儿怎么没见着马大人呢？啊！哎，我说韩宇轩，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无视老佛爷的问话！不是，你现在提什么马玉坤呢？你是，真愚蠢！不对呀！这马大人为什么有话不当着老佛爷的面说？他非得让臣交给你老人家一封信。要不你老人家先看看这封信吧。黄爸爸，儿臣突感身体不适，头晕恶心，直冒冷汗，容儿臣先行告退。黄爸爸，这里的事儿就托您全权处理吧。去吧。恭送皇上。启禀老佛爷，李景忠求见。宣。禀奏老佛爷，马玉坤马大人他被苍蝇帮杀了。你说什么？马大人被杀后，不知何时被苍蝇帮的匪徒将尸首挂在了城门之上。这是马大人身旁贴的字条。这件事哀家知道了，下去吧。老佛爷，马大人的事还请老佛爷示下。叫你下去就下去，滚！是，奴才滚，马上就滚。韩大人，你可真行啊！为了保住陕西这大大小小几十个官员的脑袋，你可是机关用尽呐！挪用功德桥的款子，替哀家盖了一座正大光明殿。好，挪用的好！你为了哀家，真是用尽了心机呀！哀家真是甚为感动啊！来啊，拟旨！陕西巡抚韩宇轩，为官清廉，忠君爱国，擢升1级。你现在是从2品吧？是。那就升2品官员，赏黄马褂1件。这样总可以了吧？哎呀！臣叩谢老佛爷隆恩。老佛爷，老臣还是想要辞官告老，因为一想起来还得为老佛爷完成了180万两啊，180万两，
臣实在是没有办法，无处筹措呀。哎呀，老佛爷，您总不能让我在您眼皮子底下再搞那么一个功德桥吧？好，这180万两，哀家自己筹措，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2品官员吧。啊？陈家乐，你也是好样的，为了哀家的正大光明殿，你可真是费尽了心机呀！啊？老佛爷，这再拟旨，查卢勇办事不力，私心甚重，手上握有重要的证据，却不及时呈报，撤去御前行走，擢降2级，罚薪俸3年，以儆效尤。回宫。恭送老佛爷，恭送老佛爷。万岁爷呀，要说起来，自打老奴入宫，先是在藏宝楼一待就是30几年，后来又调到景仁宫伺候您和真主子，这前后加起来也快50年了。听到的、见到的都是老佛爷的厉害，老佛爷的手段，好像除了洋人，这老佛爷就没有在哪儿吃了亏，反倒装笑脸的时候。可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陕西巡抚，竟让老佛爷吃了这么大一闷亏，这可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啊！哼，你别忘了，还有陈然的父亲陈家乐呢。对，还有那个陈家乐。哎，万岁爷，老奴有一事儿可不明白了。你是不是不明白这老太太为什么死揪着韩宇轩不放？似乎为了扳倒一个巡抚而费这么大的周章，实在不像老太太一贯作风。万岁爷，您说的是啊，老佛爷行事从来犀利果断，不留余地。可怎么在这个韩宇轩这个问题上，看似处处针对，仔细想想，又处处隐忍呢？朕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个老太太对韩宇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不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老太太一定有她自己的一套权衡利弊的办法。不过，朕最感兴趣的是她将如何处理账册上那10几号贪污公款的官员。以大清律例，贪40两银便杖100，流放3年呢。这贪100两便是坚决绞喉啊！那账册上的官员，个个可算是脑满肠肥，论起来都该抄家灭族了。韩宇轩这局将得好，这老太太若是办了，她必定在西安待不下去；若是不办，她便成了纵容营私、包庇贪污的头1号。可就如今的时局看，老太太只能是按兵不动了。哼，我倒要看看这个黄爸爸在我这个儿子面前还说什么为君之道、治国之理。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老佛爷，你就是罪该万死！哀家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明里暗里点你，叫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千万不要为了一己之私而坏了哀家的大事。结果呢，你让哀家颜面尽失，不但没有逮到韩宇轩那个老狐狸，哀家还得给他升官封赏。就你那180万两的银子，哀家都得自个儿扛起来。老佛爷，微臣糊涂，微臣糊涂啊！你就是糊涂。这本账册何其重要，你早不拿出来，晚不拿出来，偏偏在公堂上拿出来。你以为你按下这本账册，就可以控制陕西大大小小所有的官员？哈！
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吧。韩宇轩会把这种性命攸关的东西交给你？哎呦，老佛爷，这不是陈家乐他给我……就因为是陈家乐交给你的，你才更应该掂量掂量。如果你早一点把这本账册交给哀家，事情也不至于此。你猜不透，并不表示哀家也猜不透。陈家乐只是个商人，充其量只是陕西的首富，这么重要的东西，他跟韩宇轩早就串通好了，韩宇轩才会把那本账册交给陈家乐，陈家乐才会交给你。好了，一本账册，几个数字，正大光明殿爆炸的事全泡汤了，功德桥脚踏人亡，韩宇轩欺君罔上的事儿也推得干干净净。卢勇啊，卢勇，韩宇轩耍你，就像耍猴一样。老佛爷，您骂得对，微臣简直是个猪脑子呀！当时陈家乐把这个东西给我的时候，按说我不要把它交给您，他说是为日后行事方便，我怎么就没想到陈家乐这是别有用心呢？哈！就算陈家乐暗示你私藏账册，你要是没那个心，行得通吗？卢勇啊，你这个犯小心眼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掉？上一回给四格格开罪，你就来一句我变也不是，不变也不是，来跟哀家耍嘴皮子。哈，现在又来了是不是？啊，哀家送你一句话，要耍心眼儿，要看冲着谁来。没那个本事，没那个脑子，没那个才干，就别在哀家面前班门弄斧的，免得哀家恶心。老佛爷，微臣惭愧，微臣惭愧呀！老佛爷，老佛爷，这秋冬换季，天气这么燥，您还发这么大的脾气，这对身子不好啊！老佛爷，您坐下歇会儿，咱们喝碗清心凝神露，消消气儿，败败火。你知道哀家为什么一定要扳倒韩宇轩吗？老佛爷，您说过，强龙一定要压住地头蛇，一山不能容有二虎。哼，这龙就是龙，蛇就是蛇，就算这强龙压不倒地头蛇，这强龙还是强龙。就凭他韩宇轩，有什么资格跟哀家斗？这微臣愚钝，这还望老佛爷明示。眼下这局势，咱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京城一封封的停骑，他们要的又是什么？是银子，银子，银子！这微臣还是愚钝。这韩宇轩他再贪赃枉法，比起国库所需，那也是九牛一毛，杯水车薪呐。哎，糊涂啊！是，哀家就是再没有出息，也不会要韩宇轩的那点钱。眼下，咱们踩着的是什么地方？啊，西安呢？对，西安。六朝古都首推秦朝，如果咱们能够获得秦陵至宝，那可换多少银子？不但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咱们还可以买洋枪、洋炮、洋船，什么好使买什么，就再也不受甲午之战、北洋水师节节败退的屈辱了。可是老佛爷，历朝历代，无论民间还是皇家，谁都想探一探这秦陵宝藏的究竟，可是谁都没有办法呀。而且这秦陵乃是水银做的江河，这历代探墓盗宝的人时常死于水银毒气呀。
我不明白，这秦陵和韩宇轩有什么关系？说的没错，历朝历代从来就没有人能够探其究竟。可是哀家在离开京城的时候，有探子密报，说是韩宇轩获得了2件秦陵至宝，而且是秦始皇的最爱。以韩宇轩的个性，你想他会不探究竟，不弄明白吗？哦，所以老佛爷才……所以哀家才处处与韩宇轩作对。哀家一定要从他嘴里套出秦陵至宝的秘密。这下好了，一本账册，寻宝之事不能下探，哀家还要面对陕西大大小小几十个官员贪污舞弊案。如果照名单上所说，哀家要摘掉多少花翎顶戴，砍了多少脑袋啊！啊，那哀家岂不成了五兵大元帅？正好给八国联军铺一条康庄大道，让他们顺顺利利的来要哀家的脑袋。哎呦，老佛爷，微臣到现在才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蠢事啊！老佛爷真是天恩浩大，只给微臣降了2级。老佛爷，您今日之训，臣定铭刻在心，再不敢存半点私心。从今往后，臣定尽心尽力，肝脑涂地，死而后已，为朝廷。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抓紧追查正大光明殿爆炸一案。这是顺理成章能把韩宇轩收押在监，而不打草惊蛇，坏了哀家寻宝大计的最好办法。是。行了，跪安吧。臣谨遵老佛爷懿旨。哎呀，你个家乐呀！啊，咱俩可是一样的钩，一样的饵啊！你呢，是一尾一尾的往上钓，你看我可就是姜太公钓鱼呀！啊，直钩，他纹丝不动啊！哎呀，那不你说那头平着坐着舒服吗？你现在又赖钓不上鱼了。你看看这水流啊，那是从你那头往这儿流的。咱们撒这个香饵子，那香味儿也是从那儿过来的。那鱼闻着这个味儿，看着我这饵，肯定上钩了。嘿，好！哎呀，臭讲究啊！起开！换，咱们俩换地方。换就换，哎呀，让着你还不行吗？你这个老汉呀！哎呀，看来这次咱们把老太太彻底得罪了。你看看她在殿上咬牙切齿的那几句话，往后咱们更加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喽。哎，家乐，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咱们这是让她给逼的。这回啊，还多亏了素云这丫头，在里头来个穷搅和。你，素云回过家了？没有，嘿嘿，女儿大了，她愿意在外头玩，就多玩几天吧。哎，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素云没死啊？其实啊，就是您的然儿将我骗到巡抚大牢的时候，我就琢磨着，他这话里话外啊，素云还没死，至少他没自焚。按照陈然说的，也就2种可能吧，一种是素云没死，再者呢，他就被别人害死的。不管是哪种可能啊，这背后的指使者都是那位老太太，所以你就将计就计，是不是？就把我儿子下进你的巡抚大牢，连他的亲爹亲娘都不让看，老东西！去！呦，你怎么又钓上来了？你不是说我这好上钩吗？来，哎呀，你那个地方是好上钩啊，可你现在看看这时辰，水流方向变了，
那边的上闸已经放了水了。哎，你看看，净顾着说话，你忘了吧？要不咱们俩再换换？不用了。哎呀，这有的时候这做人呐，跟钓鱼一样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本来嘛，这水是从右往左，从上往下流的，没成想 ，no， 那上头有个水闸，这水闸一起了呀，哼，这水哗一下就变了。哎，可见呐，有的时候这天力呀，也得顺着人力来呀，啊。逆天而为呀，做好了那叫扭转乾坤，做不好，家破人亡啊！哟，快，接旨。奉老佛爷懿旨，四哥哥主持《西京报》论证不明，导向不清，难胜主编之职，今将其撤免，由大哥接任主编一职，四哥哥降为副主编，协助大哥办理《西京报》。甲午、李春丽，你二人创刊有功，不负哀家所赐之金牌记者之名。大哥接任主编，你们更要兢兢业业，方不负哀家之期望。接旨。四儿，接旨啊！快呀！草民接旨。宣旨已毕，咱家要回去复命了。各位告辞，告辞。哎，公公，喝杯茶再走吧。谢了，谢了，大哥客气了，告辞。公公慢走啊！哎呀，虚领了，虚领了。哎呀，我是很不愿意做这个主编的位置。你看看人家小四儿，做得很积极吗？功劳啊！犯了那么一丁点小错误，就让老佛爷给撸下来了。哎呀，真是太可惜了。其实呢，我也没做什么啊，就是平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啊。身为大阿哥，脏活累活抢着干啊，后勤保障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可如今从副主编升到主编，心中真是惶恐啊！哎，小四儿，我告诉你，老佛爷这么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你以为我只是整天帮你们搬冰块，帮你们买个笔墨砚台之类的吗？家务李顺利，社长这个工作我还很陌生，还希望你们多多的提携我。啊，是，嘿，大哥，主编大人，嘿嘿，副主编，请你，快请，坐，嘿嘿，哇，主编大人，您还需要点什么？您刚升为主编，缺的东西肯定不少。勤俭持家，勤俭持家，啊！以前的事儿啊，不，以前的主编大人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哎，那可不行，那可不行！以前的纸墨笔砚都是女人用的，您现在是大主编，堂堂的男子汉。哎，您等着，您呐，先用李春丽的啊！用，这个，你们都是冲在第一线的人啊！我也就是在家看看稿子，觉得合适呢，我就打圈啊；觉得不合适，我就打个叉，是不是？随便弄个砚台，弄个笔就行了啊！哎，四哥哥，这件事交给你办了，快去啊！误了主编审稿，小心你连副主编都干不成了。对，副主编大人，咱们的米快吃完了，油呢也快用完了，麻烦您顺便采买一下。哎。还有毛特的手指也快用完了，麻烦您再采办啊！哼，这刚才你们主编大人说我什么没听见吗？啊，勤俭持家，以后啊，那厕所里的草纸就用你们主编大人画了圈的稿纸吧。
他说什么？你气糊涂了？气糊涂了？应该是打了叉的稿纸啊！啊，对，画了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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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画了叉的。然儿，娘，然儿，你可回来了，然儿，你可出来了。你看这才几天呢，小脸蜡黄的，你也瘦了。娘，爹，孩儿不孝，孩儿不应该让你们二老为我担心。娘，你不是病了吗？怎么也跑来了？娘一听说你被无罪释放了，娘这病啊就好了一大半。我的儿啊，你以后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娘就你这么一个命根子啊！行了行了，咱们回家再说吧啊！回家吧，然儿，走，回家再说吧。孩儿有问题想问。哎呀，边走边说嘛。走吧，回家再说吧啊！走。5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思琴她是不是有了孩子？走啊！娘，你一定知道，你快告诉我当初发生了什么事！你告诉我，我求求你了，娘，我求求你，你快告诉我吧，娘！回家吧，然儿，我求求你，回家，告诉我呀，娘，我求求你了！思琴，然儿，少爷，然儿，那边去。哎，小娘，小姑，你讲老实点。相公这一去，老虎再来呀，那我到底该死呀，马再活呀？老虎已经摔死了，你怎么不但怕呢？老虎死了，我老虎死了，一会儿再来上个狼，哎呀，那我越发地不得活了。哎，你真是不见老祖见娘，前怕老虎怕狼，难道就叫我这次给你等着打了？哎呀，你这个，哎呀！我的哥哥你，咱们都是相当的母，难道你连这点忙都不帮吗？你若弃了我，他呀，你别把我叫哥哥了，我把你叫回姐姐那成。哎呀，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思琴啊，你心里面有什么事儿，不如说出来，好歹我也可以替你出出主意啊。姐姐说什么呢？我不是好好的吗？好好的唱3滴血，哭得跟泪人似的。好好的，这台上台下几十双眼睛，谁见过3斤半的白牡丹？唱戏唱的把状纸都给哭花了。因为是悲戏就动情了。我看呐，不是戏动情，是情动戏了吧？思琴啊，5年了，这5年来，你心里受了多少苦，藏了多少事？这一步一步撕心裂肺的是怎么过来的？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走到今天这一步，为的是什么？难道你都忘了吗？就算你把自己的悲苦都忘了，你能忘了你苦命的儿子吗？姐姐，不要说了。不，我要说。今儿我还非说不可。陈然凭什么？当年是他抛弃了你，是他不认你肚子里的孩子。如今你成角了，成了响当当的白牡丹了。这一步一步都是你合着血合着泪熬出来的。他为什么跟没事人一样，居然还有脸踏踏实实上戏院来听你的戏呀？姐姐，你看见他了？瞧你说的，我能看不到吗？这出戏从头到尾，你的眼神就没从他身上挪开过。我想看不到啊，那都不容易啊。哎，思琴，
思琴，不要我呀我，你呀你的，有什么话就说吧。上午那会儿，我叫你，你为什么不理我？理你又怎样？又有何用？是啊，就像你有千言万语，可是张开口，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千言万语已成空，不过两个陌路人，有些话不如不说。我知道，很多事情过去了就已经过去了，既无法回头，也不能当作没有发生。可5年前，你我匆匆一别，现在总该有个交代吧？你不觉得5年前没有留下交代，5年后再提又有什么意义？是啊，是没有什么意义。也许5年前没有交代就已经是个交代，我又何苦傻傻的等了5年，还想来问个究竟呢？傻傻的等，只有这样的傻子才会搭上5年的光阴，去痛苦，去委屈，去恨。再傻都会有清醒的时候，都会去痛定思痛，都还懂得自知之明，至少为自己留下几分尊严。自知之明，好，太好了，尊严。谢谢你今天给我这个交代，也谢谢你今天送给我这2样好东西。从今以后，你我就带着各自的尊严，好好的有自知之明的活下去吧。请你放心，我会的。对了，我还有些事情要问。你是不是有个孩子？和你无关。有还是没有？有，但是和你无关。与我无关。我明白了。来进来。哎，摆上摆上。嘿，你他妈命可真好啊！都关在这里头了，还有人给你送好吃的好喝的。老头，那个送饭的人到底是谁呀？还不许说。嗨，行了，有吃有喝你就吃喝吧，别问那么多了。总之是一位贵人，大大的贵人。贵人。这事儿咱们啊，还得小心谨慎点啊。嘿，老祖宗跟大哥这是谈什么呢？谈什么？谈古往今来，谈天南地北，谈做人的态度，做人的原则。大哥做人的态度啊，是送旧迎新；做事的态度啊，是落荒而逃。老祖宗犯得着跟他费这时间说这个吗？把他锁起来！走，走，走！小子，今天要公审你了，能不能回来就看你的造化了。哼，大丈夫何惧一死？口气还挺硬的。来，给他套上。你们要干什么？老实点。宫里的规矩，外人是不能知道这里头的格局的。你死都不怕，还怕套个套子吗？套上，带走。走，带进来。走。跪下。
晋人，咱们又见面了。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你手上可没炸弹吧？哼，老太婆，我既然落入你手，你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少跟老子玩花样！哼，大胆狂徒，死到临头，你还敢如此出言不逊？让他骂。困兽之斗，何必计较呢？晋人，哀家今天召集群臣，给你一个光明正大的公审，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骂什么就骂什么。过了今日，咱们也许永远不再相见了。我呸！光明正大，你也有脸说光明正大这4个字？我父子为你出生入死，在你逃难的路上，我父子怕你受委屈，好心赶来营救你，没想到你竟下那样的毒手，将我阿玛害死，连他的亲信和随从一个也不放过。要不是老子命大，也早就死在你手里了。你今天倒有脸跟我说起光明正大来了。我告诉你，你趁早把我弄死，否则的话，复仇不共戴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老佛爷，此人如此猖狂，烈性难驯，我看咱们也不必和他再多费口舌。他既然对行刺之举供认不讳，且证据确凿，您就直接量刑判罚吧。正是，依大清律，行刺圣驾者，且朝行在投掷炸弹，已犯10恶之谋反、谋大逆2项重罪。行刺者，应当示众凌迟处死；九族亲眷，当一并诛灭，斩首弃市。皇上，依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晋人之举，其罪甚重。不过他是汉军正黄旗人，咱们不是还有8议之说吗？也许在量刑之上。皇上，咱们大清律虽然对满洲贵族有义亲义故、义公义贤、义能义勤、义贵义兵，这8议可适当免去罪犯的刑罚，可并不在10恶不赦之列。况且晋人所犯罪行乃是10恶不赦之首，万无可恕道理。难道皇上还要为这等狂徒开赦不成吗？我来说2句。要说这晋人，咱们就得先说玉贤了。玉贤大伙都清楚吧？可谓屡建奇功，实乃我大清朝忠臣是也。可偏偏得罪了洋人，八国联军点名第一个要的就是他的脑袋。还有那个瓦德西，这个混蛋王八蛋。那个，总之啊，不是我们要杀玉贤，是洋人要杀玉贤。玉贤可以说是因为忠于我朝廷而遭洋人胁迫而丧命的。此君臣之大不幸、大无奈、大不舍。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晋人啊，晋人乃为人子者，近年来随他阿玛征战南北，纵横疆场，须臾不离，父子情深，血浓于水啊！一旦父帅死于不白，晋人于悲愤之下，宁为孤臣，不做逆子，冒险犯难，谋刺宗室，负冤子血，此伦常之首义也，晋人何罪之有？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